嗨，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做一些数码和游戏方面的个人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话呢，可以点下订阅或者关注哦。你有没有想过在电视上玩 PS5？ 今天的影片我会给大家带来已经入手了快半年的电视索尼 X90J 的开箱，还有我的购买原因以及购买建议。首先要声明的是，今天的影片内容是为了 PS5 而选择的电视，并不是去介绍市面上最好的电视，而是就性价比和我的个人认知，还有 PS5 的游戏需求而选择的电视。杠精选手可以选择跳过这期影片。好的，我们先来开箱，边开箱边说。我之前玩 PS5 的时候，一直使用的是27寸的显示屏来游玩游戏，这次选择电视也算是对主机设备的一个升级了。我购买的电视型号是索尼 X90J， 是在当地数码城的网店上购买的，价格是2295澳币。购买电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非 4K 显示设备 PS5 只能提供 1080p 的视频画面，同时 HDMI 2.0 的接口也锁死了60赫兹的刷新率，所以为了提升游玩品质，升级视频设备刻不容缓。用作游戏的电视，我们需要考虑些什么呢？第一点就是画质，所以真 4K 电视是首选。这点选择上大家需要注意避免上当的是，不要只看3840就认为是 4K 电视。最简单的办法是看下行单位，要符合最少2160，也就是3840乘2160。其次要注意的是输入延迟。简单的解释就是手柄按键后画面给出的相应反应的时间，一定要选择20毫秒以内的，否则你会有一点延迟卡顿的感觉，或者是操作不灵敏。这一点如果是在游戏显示器上游玩的玩家呢，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大部分专业的电竞显示器都可以做到1毫秒以内，基本属于没有延迟。而电视方面普遍要高很多，所以游戏电视里 X90J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是在17毫秒左右，实机操作起来并没有延迟感。第三点是端口问题 ，PS5 搭载了 HDMI 2.1 的新接口，使其可以传输最高的120赫兹的 4K 信号，所以有没有2.1接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相信很多玩家都会用转接头来代替，这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种转接头只是让 PS5 误认为你插入的是2.1的接口来传输高刷信号，但是并不能改变你的显示器不支持2.1信号口的事实，从而画质也是无法做出任何改变的。同时，如果你的显示设备不支持动态补偿，那高刷新率并不能给你带来丝毫流畅度的提升。而索尼 X90J 带有2个 HDMI 2.1 的接口，同时支持可变刷新率和自动低延迟模式。可惜的是，目前 PS5 还未开放这2种功能，不过着眼于未来，这个也是要具备的，所以无忧啦。第4点就是刷新率，高刷新率的用处是用于满足游戏帧数的需求。目前市面上 PS5 的游戏都是最高60帧，所以刷新率60赫兹足以满足游戏要求，120赫兹的刷新率就是着眼于未来了。主要的用途还是用来辅助动态补偿，以实现更流畅的功能。所以在选择高刷设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你的设备芯片是否支持动态补偿，和它的动态补偿技术是否健全。否则你可能会出现画面模糊甚至撕裂的情况。最后一点就是尺寸了，真是1寸长1寸强，1寸大1寸爽。不要听信那些什么按照你的座位远近选择电视的大小，决定你电视大小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钱包。在你的预算范围内一定要选择一个最大的，我选择了65寸。对于显示设备，我只能说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终于知道什么是叫做家庭主机了。大的显示设备带来的沉浸式体验是电竞游戏显示器达不到的。总体来说 X90J 在满足 PS5 目前及未来功能方面已经全面达标，在游戏电视方面的选择也达到要求。加上索尼自己的电视一直以超强的画面处理能力去达到超强的画面表现力，索尼 X90J 已经成为中高端机型首选。当然，如果只满足于当下 PS5 游玩的玩家，可以选择 4K 60赫兹的显示设备，足够体验当前 PS5 所能提供的最佳游戏体验，并满足主机游戏的需求。如果你的设备不是 4K 的，我还是推荐大家升级一下成 4K 设备，因为 PS5 只能给非 4K 设备传输 1080p 的视频信号。这一点让玩家的画面水准甚至下降到了 PS4 之下，仅仅能体验到 PS5 固件升级所带来的流畅度的提升，这一点还是比较可惜的。好了，总体来说不错吧？我是采薇，点个赞还有个关注吧，下个视频见。